我叫陈默，上一世熬夜苦读猝死，穿越到了这个凶手入侵武道为尊的世界。这一世，父亲多年前因得罪林家被杀，我身负血海深仇，只想带妹妹在这乱世安稳活下去，却又被世家大族盯上，又将我们斩草除根。陈默，不要怪我们杀你，你爹得罪了林家，不但发药，还分公掉。感受到宿主极其虚弱，现觉醒卷王系统，系统加载中，炼体诀突破第3层，突破第4层，突破第5层，宿主当前修为5图5重。我升级了，搞什么飞机？你封山拳小成，封山拳大成，宿主当前修为5图6重，系统加载成功。恭喜宿主觉醒卷王系统。因宿主修炼资质太差，系统赋予功法自我意识，开始24×365自动修炼，不卷到极致，怎么跨越阶层成为人上人？活了，功法都成精了。我感觉自己现在强到可怕，怎么还有力气站起来？老大可是吩咐了，要弄死这小子。那就继续。冒昧问一下，你们都是什么境界？5图4重，5图5重。很好，我观二位已有取死之道。找死！陈默，你耍阴的！哼，但你我2个境界的差距，可不是小动作能弥补的。5图6重，这不可能！想要我的命是吧？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，想要活着都要小心翼翼，只有实力才是王道。炼体诀突破第7层，渴望能量，渴望更快突破。你经历了一场战斗，让崩山拳首次感受到了杀戮的兴奋。崩山拳圆满。我记得在这里的，找到了。这是之前小妹从学院补助的份额里省下来给我突破5图3重的断体丹。炼体诀为你的明智感到愉悦，开始贪婪的吸收断体丹的药力。哦呵，你小子竟然还活着！也就是说，你杀了王俊和李成他们。你觉得呢？虽然我不觉得你是他俩的对手，但不重要。我林毅说是你，那就只能是你。明天一早，学院就会发出通报：陈默品格恶劣，私下杀害同学，被开除处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感到很绝望？不愧是世家大族的嫡系，莫非在整个泽城没人管得了你们了？出身卑微的废物，怎能了解我林家的千年底蕴？给你个活命的机会，去擂台上和小爷打一场，我就不让学院给你下处分。哇，真漂亮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若薇，真巧啊！这里是学院，并不巧。林毅，你是不是又在欺压同学了？当然不会，我是准备跟同学进行友好切磋而已。怎么样，陈默，接不接受？如果你不愿意，可以不答应。哼，你是想在擂台上把我杀死吧？我当然不答应。哼，跟我打一场，这本人级功法夺命刀法就归你了。怎么样？人级功法可只有世家大族独有，可比其他烂大街的基础武技强多了。好，那我答应了。林毅是林家嫡系，本身修炼天赋出众，还没毕业，已经是5图9重圆满，并且还掌握了人级入品武技。跟他打，你会没命的。情侣不行，还要打过才知道。好，有种，我喜欢。而且你知不知道，夺命刀法是林家家传武技，需要配合普纳法才能施展，就算你云道手也学不了。
需要配套的吐纳法才能学习。有卷王系统在，我的武技自己就会修炼。哼，生死类，我可以光明正大的打死你了，小子！我如今只差一步就能踏足武者境，在我面前，你只是蝼蚁。谁告诉你我是武通3种？断体诀霹雳运转，突破第8层，突破第9层，打破肉身极限枷锁，可呼吸吐纳元气，踏入武者之道。武者，这绝对是武者的威势，怪不得他敢接受挑战，原来具备这样的底气。哼，你的武道境界高又能怎么样？贫民窟出身的贱民，只能学最基础的武技，而我背靠林家千年底蕴，早就修炼结出了人级武技。武技有天、地、人3个品阶，人级虽然是最低一品，但也远不是基础武学能够媲美的。这场武斗仍有悬念。是崩山镜，基础武技圆满。不，没有悬念。现在说说看，咱们谁才是废物？你就算拿走了夺命刀法，又能怎么样？没有配套吐纳法，依旧没法学习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说完就去死吧！住手！擂台比斗爱下杀手，我宣布陈默你被开除了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打伤了李二公子，在这学院内，不是整个泽城都没有你的立足之地。好一个没有立足之地！此祖10万年前，生是父亲。人族开创武道以来，多少先烈前赴后继，只为人族谋一条栖息繁衍的生路。先烈定万不会想到，自己流血为人族争取栖息之地，却养就了这么一批垄断资源、党同伐异的世家武法，一群人族蛀虫。没有一个好东西。说的对啊，没错，都是蛀虫呀。就是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就是他居然这么大胆，这番话传出去，怕是会让许多世家子弟记恨上。你们都疯了！小心老子卡你们的文考成绩，让你们都无法参加武考。一群区贱民，居然还想挑战威权！你算哪门子的威权？充其量不过是一条趋炎附势的狗罢了。混账！竟敢辱骂导师，留不得你！说得好，院长，爷爷，李青山，你好大的官威呀！你难道觉得我秦莫问跟你一样是林家的一条狗吗？院长，我亏你还是平民出身，却只知晓趋炎附势，为虎作伥。现在带上你的林二公子，滚去你的林家，以后这武道医院就不用来了。是。没想到我院还藏着你这样一位天才，学院会将你这几年所缺失的资源补助全部发放，争取快些变强吧。或许你也能在将来的动乱当中为我人族撑起一片天。将来的动乱吗？是谁将叶儿打成了这样？医院一个叫陈默的学生，他的父亲是陈天。陈天，那个敢挑战林家威严，被我亲自猎杀的平民武者。没错，陈默还有一个妹妹，叫做陈云，是2月仅次于我的天才，刚入武者。后天武考，这两兄妹就交给你了，不能让他们活着通过武考。这两兄妹留着，始终是一个隐患。陈默绝对不会活着通过武考。至于陈云，我会先废了他，再圈养起来当宠物。
哥，这次武考很危险，以你的能力，最好放弃考试，以后就在城里找份谋生。哎，你哥我真的挺强的。可是这次不只是武考本身的危险，还有林家人可能会再次动手。哥，父亲的仇我会报的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别让我分心。其实，哥，我去修炼了。晋升武者就要开始凝练元气，所以校长给了我一部元气吐纳法。元气吐纳法开始自我成型，元气吐纳法第1层完成，元气吐纳法第2层完成，元气吐纳法夺命刀法布满你的悟性低下，决定自我修炼成长。夺命刀法入门，夺命刀法熟练，夺命修行事倍功半，难以寸进，内心深处渴望鲜血的洗礼。什么？什么？就是他们吗？所有考生按照次序分别进入特定区域。本次考核通过猎杀凶兽计分，分数越高，排名也就越高。注意，考核现在开始。夺命刀法首次感受到杀戮的快感，晋升小成。小瘪三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天赋好又能怎么样？出来混是要讲背景的。今天别想活着走出考场。武考这么不严谨，连残疾人都能参加了吗？这就是泽城第一家族的底蕴。就算我重伤残疾，仍旧能顺利通过此次考核。护卫军副统领可是我二叔。对了，你那妹妹陈云长得倒是挺润，我跟大哥已经打好了招呼，到时候也留给我乐呵乐呵。敢动我妹？给我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命刀法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些护卫军最低都是武者1重，在你手上居然这么不堪一击！不可能！没有我林家独门秘法配合，你是怎么成功修炼夺命刀法的？告诉我，你们把我小妹怎么样了？我说，我大哥林傲准备趁着考核对付陈云。继续，你还知道什么？这都是我父亲下的命令，因为你们展露了不俗的天赋，必须斩草除根。夺命刀法饱以鲜血，进入顿悟，刀法大成。真是期待一向孤傲的陈大校花被我反复蹂躏后那楚楚可怜的模样。你武考期间对同学动手，难道就不怕学院问责吗？为什么要怕？每年武考都有人丧命在凶兽口中，你只是运气不好，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而已。要结束了吗？希望我哥不要知道我出事的真相，也不要想着为我报仇，自己一个人好好的活下去。你废了我的修为！不光是原力修为，接下来我会挑断你的手筋脚筋，可能会有点疼，忍忍。不要！什么东西？
是人级武技，圆满级别的人级武技，有点熟悉。这是夺命刀法，难道是哪位家族前辈啊？夺命刀法最终奥义，追命一刀，好恐怖的力量！像是林家的人，可为什么会攻击林傲？终于找到你了，林傲！这个声音是……这怎么可能？前辈会使用夺命刀法，应该是我林家族人。难道我们之间有什么仇怨？仇怨，那可真是深仇大恨。哥，是你，陈默，你不只是武者一重吗？怎么会这么强？这个问题，还是下地狱去跟你的好弟弟交流吧。不好！你怎么样了？眼前这个真的是我那位以废物闻名的哥哥吗？林傲在他的面前居然都这么不堪一击。哥，我被废掉了丹田，不能修炼了。哥，我们将这次事情原原本本的汇报给学院，学院应该会为我们主持公道的吧？没用的。那怎么办？以我们现在的力量，根本对抗不了林家。林家家主可是武士，而且林家的武士还不止一位。武师嘛，也不是没机会斩杀。哥，你说真的？那可是武士啊，整个泽城都没有多少。是护卫队。我现在身受重伤，毫无战力，自动失去考核资格。护卫队应该是来救援的吧？不，他们是来杀我们的。护卫队副统领是林家人，这次针对我们的袭击，也是在对方的默许，甚至是推波助澜下进行的。啊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训部。郊外凶兽众多，但同样也有许多天才地宝。我现在需要争分夺秒的提升自己。可武考并没有多少时间，应该提升不了多少。找到了，在这里。副统领下达了死命令，无论生死，都要将他们给带回去。运气太背了，刚进去就遇见了2级凶兽，也不知道这次谁能把他头筹。那还用问？肯定是2院的林傲了。据说他已经突破武者3重了。等等，你们看，那个叫做陈默的名字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排名上飙升啊，已经是第1位了，10036积分，这也太恐怖了。第2名刚刚1000积分而已啊。林傲的啊，林傲的名字变成灰色了，他居然死了。还有林毅，名字也变成灰色了。林家2位少年天才都陨落在了武考中，接下来林家恐怕要发狂了。哼！傲儿、毅儿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让那2兄妹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嗨！吞下它，试试吐纳元气。根本没办法储存元气，我的武道之路彻底断了。林家敢废掉你的武道路，我就毁掉林家的1000年传承。不用担心，丹田出问题虽然麻烦，但就算再困难，哥也会为你找到修复方法。哥，谢谢你。人级身法训步，在长途奔袭之下，领会到奔跑的艺术。训步大成，元气积累到达极限，开始经历凝结过程，你似乎迈入了一片新的天地。恭喜宿主踏入武师境界。你
突破了武师，这是真的？当然。18岁的武师，在整个泽城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妖孽，而这样的妖孽，居然是我哥。是你？武道院第1天才，也是唯一的武者级秦若薇。刚刚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外围的凶手似乎发生了暴动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组队，共同应对这次武考。我拒绝。为什么？在这种暴动下，普通武者生还几率很低的，我们联手或许还有机会。他是谁？看上去似乎伤得很重。我劝你还是离我远点。你现在面对的只有暴动凶手，而跟我组队，所要面对的将会是你所无法想象的绝望。庶子，今日必死！武师是护卫军副统领林剑，武师三重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他要杀我们？准确来说，他是冲着我们来的。现在你还想组队吗？你们是跑来林家祖坟吗？那倒不是，因为一些陈年旧怨，有人想斩草除根，却意外遭到了反杀，而恼羞成怒了。或许我可以帮忙调解。林副统领息怒，晚辈秦若薇出身秦家嫡系，能否卖晚辈一个面子，就此结果如何？秦家一个快跌出4大家族之列的破落户罢了，在我这里没有面子，也就当初一儿喜欢你，所以才把你当个人物。秦家小辈，今日你若是真想找死，我不介意顺带把你弄死。你们确定没有跑来林家祖坟？当然没有，只是杀了林傲跟林毅而已。原来只是杀了。什么？你杀了林傲和林毅啊？林家嫡系唯二的2位继承人？这家伙真的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也怪不得林剑会发疯，这消息一旦传入林家，恐怕整个林家都会发疯吧。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秦家，或许我可以联络家族长辈护住你们。不必了，秦家根本不是林家的对手，何况秦家也不至于会为了我们2人而放弃自己的千年基业，倒不如靠自己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？林剑可是武师，武师跟武者之间的差距完全就是另外一番天地。完了，林剑要来真的！武师，谁还不是呢？追命一刀！武师，18岁的武师，还有这是林家的独门刀法，陈默他怎么练会的？夺命刀法圆满，武师，你怎么能学会夺命刀法，还突破了武师？秦同学，拜托了。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今日都留你不得。训不奥义，训电流光，区区贱民，竟敢杀我！待我死后，可要承受我林氏青天之怒！若林家是天，那我就把这天给戳个窟窿！夺命刀法饱以武师之血，触摸到桎梏，渴望观摩更高层次的杀戮艺术，比触摸更高层次。功法还能进化。蛮牛崩山拳感受到巨大压力，破而后立，基础武技晋升为人级武技蛮牛撼边拳。蛮牛撼边拳消化晋升感悟，武技入门，武技熟练，武技小成。蛮牛撼边拳想要感受天地之力，提升眼界。武技真的可以进化。武师1重，秘法3重，果然是妖孽。若薇，爸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接到举报，说这里的凶手异常暴动，为防意外，来提前终止考核。刚刚听到一些动静，这里林剑死了，谁干的？什么？这是真的？这位便是陈默同学吧？在下秦望舒，若薇的父亲，也是现任秦家家主。陈同学若不嫌弃，我秦家愿奉你为客卿，倾尽全族资源，助你修行。没兴趣，我现在只想带小妹回家。爸，你想招揽她，以她的天赋，应该不会被限制在这小小的泽城吧？招揽？不，我们秦家还不够资格，这是投资，赌她的未来。哥，以前我那么努力，就是为了给父亲报仇。现在你的天赋这么厉害，比我更有希望。你先好好休息，不要担心。这些就是林间所有的积累了吗？元气吐纳法感觉超的猛，
况，突发奇想，决定将体内元气凝练起来。元气吐纳法晋升为元气凝练法。元气凝练法第1层修炼完成，第2层修炼完成，第3层修炼完成。元气吐纳法感到有心无力，恭喜宿主突破53层。变天了！蛮牛撼天拳感受到天地的无边伟力，不屈意志更为坚定，武技大成。什么人？帝玺！是你，我还没有去找你，你居然亲自上门来送死！我儿之仇，我二弟之仇，以及这些族人之仇，都将在你身上讨还！啊，就是他杀了林剑和我林家2位亲灵儿。不可能，他还是个学生。不会错，这是护卫队的情报，能杀了二弟，这小子恐怕已经是武师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哼，一个学生纵然突破武师，撑死了也就是51重，我们在场最低都是52重，而家主更是5重，他不过是自寻死路而已。追命一刀，就连我林家族人都没人能够达到的境界。小畜生，坏我林家底蕴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训练流光是训练流光，背靠在一起，随时防止对方偷袭。不行，对方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眼睛完全跟不上。族长，救我！他是53重！哈哈！去死！小畜生，给我滚出来！林家1000年基业，居然会在我手上断送！知道林剑临死前说了什么吗？他说林家是天，但我不信。陈天怎么会生出你这种妖孽？早知如此，应该早斩草除根。不知悔改，人狂定有天收。今日纵然没有我陈默，他日也会有别人做跟我一样的事。住手！贱民，快住手！你怎么敢？有何不敢？他要杀我，我就杀他，有来有往，恩怨分明。以下犯上，以卑劣手段杀害泽城城主，我怀疑你是勾结外族，早有预谋，决定将你押入典狱司，重刑审讯。王家家主，不愧是世家之人，行事作风别无二致。早听闻武道院出了个不尊世家、大逆不道的人族败类，这泽城已经容不下你。我能灭林家，也能灭王家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宗师为呀，他是少年宗师。早听闻林家有一张底牌，是曾经流落在外的一位族人，因天赋出众入了精武大学，看来就是这位了。你该死！蛮牛撼天拳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，不屈的意志得到更深层次的磨练，突破自我，跨入新天地，武技圆满。这是什么？这种力度，怎么可能？靠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蛮牛撼天，不留余力。也就是说，刚刚那种攻击，我只能爆发1击。某种爆发的秘法吗？吓我一跳，还以为要玩脱了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林震，收手吧！樊老师，林家恶行累累，也算罪有应得。陈默，快过来！樊老师，你是精武大学招生导师，应该管不到泽城的事情吧？但如果陈默是精武学生呢？陈默，你被录取了，
明日就可以前往警务报道了。你在做什么？这是我林家之物。什么邻家之物？这是战利品，是我沉默之物。林同学，我觉得陈默同学说的有道理。陈默考入精武，我们得罪了他，以后要是被翻旧账，可就完了。还是解散家族跑路吧。哼，一群废物！前往精武的路上，可是有不少凶兽的，甚至有4级凶兽。以你的天赋，可以申请独立公寓住宿，这样一来就可以照看你妹妹了。谢谢导师。陈默，又见面了。秦同学，我也是这届精武大学新生。不好，是凶兽袭击！是樊老师，外面难道是4级凶兽？动力列车经常遭遇袭击吗？火车的动能都是高阶凶兽内核驱动，自带高阶凶兽的威慑，一般情况下并不会遭到袭击。也许我们够倒霉吧。看来不简单呐。夺命刀法亲眼目睹宗师与4阶凶兽的厮杀，对于杀戮的艺术又有了新的感悟，似乎有了新的蜕变。人级武学夺命刀法蜕变为地级武学杀生刀法，5级入门，5级熟练，5级小成。杀生刀法无精打采，想要观看更多的杀戮艺术。杀生刀法，地级武学。樊老师一时半会儿恐怕回不来了。樊老师是老牌宗师，肯定会没事的。我是担心我们会有事。什么？这又是发生了什么？外面还有一头，应该也是一头4级凶兽。完了，现在樊老师不在，我们根本没有面对4级凶兽的实力。这车厢还能撑多久？动力动车的车厢是特殊合金制作的，就算是4级凶兽全力进攻，应该也得有几分钟才有可能完全造成损坏。还有时间，可以试试提升一下实力。啊！武士修行用的年元丹，年元丹是这么吃的，不怕爆体而亡吗？54重，这是何等恐怖的修炼速度！啊，这是头怪物吧？吃年元丹像喝水。元气凝练法欢呼雀跃，第4层修炼完成，第5层修炼完成，第6层修炼完成，第7层修炼完成，第8层修炼完成。恭喜宿主突破58成。可惜了，资源又用完了。你没事吧？哎，你想做什么？解决他！你疯了！那可是4级凶兽，相当于宗师。卑鄙的人类！就现在，蛮牛撼天！从来没感觉这么虚过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快扶我一把！58种，这才刚刚1天而已，你就突破到了58种。谁让咱是开挂的呢？这些都不重要，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咱们应该是被盯上了。这次袭击有阴谋啊！如果我没猜错，应该是兽奴。什么是兽奴？
害我损失2员爱将，却没能杀死那人族天才，真是废物！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！回到精武大学，清理那些天赋出众的人族天骄，我会赐予你兽血，帮你提升体质。是。认凶兽为主，成为凶兽的奴仆，真有这样的人吗？有很多。看来人族早就被他们渗透得千疮百孔了。我会上报学院严查，找到幕后真凶。这是你们的身份卡。陈默，你是 SS 级权限，可以申请独立公寓。那是天骄榜第3的许飞烟，旁边那位是天骄榜第19的周浩学长。天骄榜前50的天才，据说都拥有特殊体质，这是真的吗？各位学弟学妹们，来这里检验你们的身份卡，帮助你们安排宿舍。潜力权限 B。哼，又是一个废物。周浩，闭嘴！飞燕姐，没必要跟废物共情，B 级潜力的纯耗材罢了。这届新生质量的确太差了，检测几10位新生，最好的也只是 A 级。下一个。潜力权限 A。哟 ，A 级呀，也就比耗材强一点儿，还是废物。周浩，别搞事！你潜力评级很高。当然，老子当初的初始评级可是 S+。潜力权限 SS。啊 ，SS？ 这不可能！哇！现在在我眼里，你也是耗材。学弟，请收好你的身份卡，以你的权限，可以申请独立公寓。居然是 SS 级潜力的天骄，刚见面就得罪了，以后恐怕要麻烦了。周浩啊，林震，你得罪了他。SS 潜力注定是天骄榜前10的人物，说不定还是出自某个饮食大家族。得罪这样的人物，恐怕家族都会受到牵连吧。天骄榜前10，哼，我跟他一样出自泽城，在那里他可是有名的废柴。什么？这是真的啊？一个废柴真的能够以 SS 权限进入精武大学吗？不过他不是出自任何一个世家，也没有特殊体质。不出自世家，没有特殊体质，却评级 SS 级。哼，谁知道呢？也许是我想多了吧。走了，沉默。接下来就要看你的了，让精武大学乱起来吧。哼，原来只是一个贱民，还真差点被这小子给唬住了。精武图书馆收藏了各种吐纳法和配套武器，可供自由学习，但学些什么等级功法需要权限等级。什么权限？天骄榜，挑战天骄榜可以提升权限，排名越高权限越大。走吧，小妹，我们先去公寓。好。修复丹田的办法至少都2种，达到5王境，以自身精气强行修补，或者猎杀6级凶兽，以6级凶兽精血修补。哎呀，还是按部就班的提升实力吧。现在只有初级权限，只能看武者区。复式吐纳法。复式吐纳法对你的垃圾修炼天赋感到不满，决定自己修炼。第1层修炼完成，第2层修炼完成，第9层修炼完成。一山不容二虎，元气凝练法和复式吐纳法开始争夺领地。元气凝练法在这场厮杀中获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复式吐纳法成为了元气凝练法的养料，让元气凝练法根基更加完善。是功法融合。元气凝练法推式吐纳法191步，大大的充实了自己的底蕴。元气凝练法转变为混元凝练法，因混元凝练法集思广益，吸纳了更多的思路，更全面的发展，诞生了新特性。人级以下所有武器都将发挥出100%的威力。
很多武技需要配套吐纳法才能发挥最大威力。我可以无条件将任何武技修炼到圆满，但威力始终比不过有配套修炼法的武技威力。现在混元凝练法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基础武技巨蟒吞天拳对宿主的垃圾悟性感到不满，决定自己修炼武技圆满。蛮牛撼天拳击败了巨蟒吞天拳，收割属于巨蟒吞天拳的底蕴。蛮牛撼天拳威力提升了1%。收割底蕴，威力更强吗？也许底蕴积攒到一定程度，能让蛮牛撼天拳直接晋级为地级武技。一看就是乡下来的土包子，什么都想学，什么都学不会，最后只能落得一事无成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这人好像是本次新生当中唯一的 SS 级潜力，没有特殊体质的 SS 级，你们信吗？蛮牛撼天拳吞噬基础拳法202步，武技威力提升200%。蛮牛撼天拳有所领悟，似乎触碰到了更高的领域，但始终无法跨过门槛。他希望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天地之力。杀生刀法吞噬基础刀法110步，武技威力提升100%。迅步吞噬基础步法302步，速度提升302%。迅步有所顿悟，晋级为地级步法迅雷猎影。武技小成，迅步渴望感悟迅雷之势。差不多都已经学完了，想进一步学习更高等级的功法，还是得提升权限。哟，这不是 SS 级的大天才吗？如今怎么只能在基础功法区转悠啊？想提升实力，得提升权限，前往人级以上的功法区。这里的基础功法对你没有任何帮助。我看啊，他是不敢，也就他这种贱民才会将这些垃圾当个宝吧。我记得你是天骄榜第19位，你想挑战我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就算你是 SS 潜力评级，也得从第100位开始挑战，效率很低呀。真把自己当成绝世天才了啊！你怕是连第100名都过不了啊？这才是入学第1天吧，居然就敢挑战天骄榜？说说而已，你还当真了？现在才入学第1天，你应该先沉淀半年，再考虑尝试挑战天骄榜。但我想试试。就算是 SS 级潜力，也不敢这么冲动。前100都是快要毕业的学长，我真的看错他了。我要挑战第100名的中山，请登记一下个人信息。你只是58重，而且没有特殊体质。特殊体质是什么？你居然不知道武道体质，居然还敢去挑战中山，他可是拥有异化体质的化元之体。果然是个低等贱民，连武道体质都不知道。难道他的 SS 评级真的有问题？原以为会是一个跟我同等级的天才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天骄守门员再次遭到挑战了。据说这次的挑战者没有特殊体质，但潜力评级却是双 S。开什么玩笑？特殊体质可是 S 级以上评级的第1标准。没有特殊体质，就算是万年难遇的修炼妖孽，也不可能得到 SS 评级。狂妄！一个没有体质、出身低下的贱民，何德何能得到双 S 评级？看来这也是周浩宣扬出去的。但特殊体质真的这么强大？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武道体质的强大！这就是异化体质化元之体，化身猿猴凶兽。虽然化元之体不是什么强大的体质，但也比没有特殊体质的废物强多了。在中山面前，这小子撑不过1招。我不这么认为，总觉得沉默没有那么简单。糟了，沉默太冲动了，中山不是现在的他能战胜的。比我想象中败的还……
秒杀？没有武道体质秒杀体质武者，简直是颠覆历史的怪物！不会看错的，刚刚那个应该是噬。那一招没有用任何武技，但因为噬的存在，威力不下于任何武技。巫师领悟武道之势，他的悟性是绝世妖孽的行列，怪不得会有 SS 评级。这怎么可能？中山居然被秒杀了！嫉贤妒能，不如努力提升自己。飞燕姐，就算他赢了中山又能怎么样？中山只是天骄榜吊车尾，没有任何特殊体质的他，是注定走不远的。真是个蠢货！若不是他甘愿当舔狗，给我送来不少资源，否则一刻都不愿意跟着蠢货接触。能跟我站在一起的，只有横压一个时代的真正天骄。他是谁？居然在天骄擂台上下杀手！这双眼睛莫名感到有些熟悉，是谁？杀生刀法目睹了一场谋杀，感到十分亢奋，对于刀法的理解有所提升。这也行，杀生刀法的境界的确停滞很久了，原来是需要观看他人的厮杀。我记得每次天骄擂台都会有影像留存的吧，或许可以去借来看看。沉默，你来这里是要研究针对哪位天骄的战术吗？下一个你准备挑战谁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想来四处看看而已。杀生刀法观看了一场杀戮盛宴，心中略有所悟。杀生刀法观看了10场杀戮艺术，豁然开朗，刀法大成。我也算是亲眼看着沉默成长起来的吧，他的崛起简直就像奇迹，会毛会有种养成的欣慰感。杀生刀法观看了100场杀戮艺术，刀法真挚圆满。杀生刀法领悟杀念具象化，触碰到了武道真意的领域，恭喜获得杀戮刀艺初级。沉默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刀艺，武道真意啊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是只有大宗师才有机会领悟的东西吗？只能说我的功法都太努力了，让我区一阶武师就掌握了这种可怕的力量。你哥呢？清醒一点，你被挑战了。天骄榜第72位的挑战，高排名挑战低排名，明显是在搞针对。好事，之前我递交的挑战申请都被拒绝了，这是第一个自己送上门的。对方是宗师1宠，而且还拥有更强的体质。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功法可以修炼出体质？还真有，据说在图书馆就有一门此类的功法，不过因为根本无法修炼，所以现在已经被归类为杂书了。杂书嘛，那肯定没有权限限制了。你为什么会这么高兴？你是不是听漏掉了什么？我只是想试试而已。你得罪了周浩表哥，注定不会有好下场。是周浩派你来的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今天就让你看看你这贱民跟我们这些世家子弟之间的差距。浊浪之体，王斩18式。元素体质地级刀法，但可惜谁让你用的也是刀呢？让我这是哪里？为什么我动不了了？这种死亡的气息又是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会错的，那是武道真意。他居然一夜之间又掌握了武道真意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周狂，你小子发什么呆呢？快点攻击啊！我只出一刀。什么？不要杀我！我没死，我没死！周狂，你这蠢货到底在搞什么？不要杀我！他已经废了，
刚刚那一刀虽然没有落在他身上，却已经入侵了他的精神，让他变成了个傻子。什么？又是他！怎么样了？开始了吗？你来晚了，已经结束了。沉默，等一下。啊！强者与强者相交，弱者与弱者聚首。以你的天赋，只会距离他的次元越来越远。抱歉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还有重要的事情处理。许学姐，你是有什么事吗？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天骄榜第3位许飞烟，出自京都许家。以你的天赋，注定不会平凡，以后能站在你身边的，只能是我这样的人。许学姐的目标太明确，我不太喜欢。哼，不太喜欢吗？没关系，时间能改变一切。沉默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了，必须尽早将他除掉才行。看来暂时不用我出手了，排名前20的天骄亲自出手，沉默必死无疑。终于找到了，能够修炼出特殊体质的功法武神经，修炼到最高境界，将会觉醒特殊体质武神躯。武神经嫌弃你迟迟不能入门，决定自己修炼。第一转修炼完成，武神经渴望用更多的武学知识充实自己，无精打采，哪有寸进？恭喜作者武神经一战，觉醒特殊体质武灵躯，获得特性武技强化，天级以下武技都可发挥出超越自身一个品级的威力，强度体魄，力量翻倍，恃强防御，横阶难杀。武神经3转，1转武灵躯，2转武圣躯，3转武神躯。武灵躯都这么强，武神躯又该有多么恐怖？我看今后还有谁敢说我没有特殊体质？今天好像是发资源的日子，在武师境待了这么久，也是时候突破宗师了。混元凝练法感受到了久违的饱腹感，第9层修炼完成。混元凝练法察觉到元力已经凝练到了极致，开始尝试着在丹田当中凝聚元力漩涡。恭喜作主突破宗师1重，这就是宗师吗？这是质的突破，再接再厉。混元凝练法在凝练元力漩涡的过程中，领悟了元力漩涡凝练之法。混元凝练法晋升为混元拟形法。混元拟形法第1层修炼完成，第2层修炼完成，第5层修炼完成。恭喜作主突破宗师5重。接下来先去图书馆充实底蕴，然后等待被挑战。想必周浩应该坐不住了吧？道义，陈默怎么会领悟这种东西？还有许飞烟那个臭娘们儿，老子舔了她3年，她居然转头去跟陈默当舔狗，始终不愿意多看老子一眼。武师领悟武道真意，简直是妖孽一样的悟性啊！你难道也觉得我不应该跟陈默作对？不，哼，悟性高又能怎么样？没有特殊体质就是他的致命弱点。用我的名义向陈默发起挑战，我要杀了他，让许飞烟明白，只有我才是对的选择。那个来自泽城的陈默没有任何特殊体质，却被评级为 SS 级潜力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校长是在怀疑我的判断？当然不会，我只是好奇。这个决定是经过了严谨的实地考察，结合各种信息判断后得出的最终结论。不过我现在后悔了，后悔的是评级给低了。以你现在的标准，会给出什么样的评级？SSS 级，那可是整个九州1000年都难出一个的存在。当然，只要你看到他最近的表现，你也会这么认为。
天骄榜第19位，为了挑战我这位新晋的72位，甚至不惜败坏自己的名声，向下挑战。只要能杀了你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只因为入学当天的那句话，就让你这么恨我？飞烟只能是我的。原来是一只发了疯的舔狗，明白了。初步领悟了武道真意而已，真以为自己无敌了。武师而已，还没有特殊体质，就敢接下挑战？哎！在这种巨大的差距下，你能否还能带来奇迹？怪就怪你太过高调，就算天赋逆天，但现在对你来说还是太早了。你该沉寂一段时间，好好发育的。只可惜，沉默的路绝不会止步于此，他依旧在成长。一路走来，总是能遇见像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。谁说我是5师8重？什么？啊！这我去！哇，宗师，而且还是宗师5重，什么时候？我就知道，这入息的一幕，这家伙破镜怎么比喝水还简单？一点过程都不需要的吗？这不可能！你昨天明明还只是5师8重而已，你一直在隐藏实力。或许吧。就算你隐藏了实力又能怎么样？我们之间不但有境界的差距，还有体质的差距。特殊体质武者能够轻松碾压同级。嘿！怎么会这么强？再不认真，可是会死的。昨天我可是在图书馆泡了几乎一晚上，再次提升了功法的底蕴，地级武技也已经可以完美发挥出100%的威力了。还是小瞧他了，他昨天绝对是宗师8重，这种修炼天分，简直闻所未闻。拜火之体，玄功力开！地级武技也已经可以完美发挥出100%的威力了。杀生刀法奥义，不生不灭！啊！糟了，他是察觉到无法避开这一刀，所以想要同归于尽。哼，周浩也算发挥了他的价值。刚刚的金光，如果没看错的话，应该是某种特殊体质吧。有呼吸，有心跳，似乎就像是睡着了，但他永远都醒不过来了，就像是植物人。好恐怖的一刀，不生不灭吗？真是贴切。刚刚的金光应该是特殊体质，沉默居然有特殊体质。沉默，等一下。有事？我觉得之前的提议的确有些欠妥。你的公寓缺不缺女人帮你做家务？你说什么？啊！我
去！啊？什么？这还是那位冰山女神吗？周浩曾经求而不得的女人，如今居然主动要求去给陈默做家务，人与人到底差在哪里啊？你最近好像一直在躲着我。抱歉，我自知不配站在你身边。配不配也是我自己说的算，不必因为别人一两句话影响到自己。据说是一个名叫陈默的贱民所为，此人不除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据说1周后，精武大学将会组织一场郊外狩猎考核，到时候就是最佳的机会。提前布置，我要他死！我家太子，陈默的天赋之强，已经超出掌控了，不能再放任其成长下去了。哼，不是让你找机会清理吗？我没有绝对的把握。他刚刚入学数天，就一天一个变化，一路登上天骄榜前20位，甚至还有不少余力。神族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天才！1周后的郊外狩猎，我会亲自出手。他这是在做什么？应该是在看书吧。翻这么快，眼睛跟得上吗？这些可都是地级功法，别人想看懂，每一句话都要仔细斟酌的。会员拟刑法得到了超时的底蕴积累，彻底脱胎换骨。蛮牛撼天拳后期勃发，晋升为地级武技蛮牛震天拳。杀生当法对得礼遇，威力提升20%。血电流光掠得底蕴，速度提升15%。武神君经过了夜以继日的磨练，已转彻底圆满，并开始尝试触碰2转门槛。总算完美了。已经结束了吗？当然，收获颇丰。现在的我已经脱胎换骨。再次脱胎换骨，你到底是什么妖孽？你难道就没有丝毫平静吗？那是因为你见的还少，我可是被一路震惊过来的。他总是能给人惊喜。啊，算了，1周后就要开始郊外狩猎了，这段时间里你还是消停一点，不要接受其他挑战了。周浩已经被击败了，还能有人想挑战我？当然，因为有传说说你接下来将会一鼓作气，横扫天骄榜前10，铸就无敌之心，所以前10的天骄决定不给你喘息的机会，合力来打压你。无敌之心？从没想过那玩意儿。哼，不过看他们这么在意，我反而又感兴趣了。啊，千万不能冲动啊！一旦不成功，可能会影响心境，导致毕生再难有突破。我很清醒，不过我会加一个要求，胜者将会获得他们储物戒指中的所有资源。前10的天骄应该都很富裕吧？刚好自己的资源用完了，他们送上门来，没有不收割一波的道理。我相信陈默。听说了吗？那位最近一鸣惊人的新生天骄，居然想要一鼓作气打穿天骄榜，铸就无敌之心呢！铸就无敌之心啊，他还真敢想！整个精武大学历史上，也仅仅只出了1位这样的人物而已。还要铸就无敌之心？好好的得意一段时间吧，1周后就是你的死期。其实以你之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，对抗天骄榜第5至第10位倒是很有机会的。后5位跟前5位的差距很大吗？当然大。前5位不但所拥有的武道体质强大，而且每一个都是大宗师的境界。哼，让他们最失算的就是要集体讨伐我。
我知道这家伙很强，但老子也不弱。哎！不自量力！我是天肥之体，无时无刻不在长肉，这些肉都是我身上自带的装甲，能够帮我吸收大多数的物理攻击。是吗？权益！明明先前已经掌握了刀意，现在居然又领悟了权益。寻常人终其一生也只能专精一项，而他是准备遍地开花的节奏吧？直接开始下一个吧。哎呀！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今天应该差不多了，接下来要对付的都是大宗师了。先试试第5吧。哼，不要以为打败了那些垃圾，就有资格站到我的面前了。只需3招就能结束战斗。我很期待你能3招击败我。这是我的体质。魔染之体。接下来是炼狱防刀，毒物体质，天级道法。啊，好诡异的毒功！这么强的毒性，的确有点棘手。不生不灭。还是先休息一天吧。不用担心，他还没有完全到达极限。徐梦，修为大宗师3重，体质玄晶之体。看来第5名是一个排名一个天地，第5位跟第4位居然相差了这么多。玄晶之体可以将我的身体完美的转化为坚固的玄晶，直接立于不败之地。如果真是不败之地，你也不至于只沦为天骄榜第4了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游龙破玉拳，你杀戮真意，在这种刀意的加持下，让我的手以为自己已经被杀死了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好吧，我败了。我记得你是天骄榜第3吧？我认输。这些废物倒也有些用，至少已经试出了你的极限，你对我们造不成威胁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这次对我的打压行动，只是因为你们担心自己被夺了排名而推波助澜的。你很聪明，可惜明白的太晚了。接下来就交给我吧，我会废掉这小子。只是为了个人排名，所以就要废掉天赋更好的同学？能一样吗？我们可是世家子弟，而你只是卑劣的贱民。贱民是没有资格成为人族栋梁的。为人族而战，还要看身份够不够资格。无论你怎么不愿接受，这都是现实。好一群蛀虫，居然敢辱没我等世家大族，今日你必死！哎呀，本来还想跟你们打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，
谁让你们太贱，让我实在不想看到你们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。混元女修法久违的宝餐一顿，第6层修炼完成，第7层修炼完成，第9层修炼完成。混元女修法构建9个元力漩涡，成功接引天地之桥。混元女修法苦思冥想打通天地之桥的方法，终于灵光一现，获得成功。混元女修法蜕变为混元大桥法，第1层修炼完成，第2层修炼完成，第7层修炼完成。你，短短不到5分钟的时间，不但从宗师突破到大宗师，而且还瞬间攀升10几个小境界，这肯定是在做梦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季学长，我们的比斗还没开始呢。我认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接受。什么？杀生刀法借你之手，塑造无敌之心，使感觉豁然开朗，进入一番新天地。杀生刀法晋升为露天刀法，露天刀法小成。露天刀法垂头丧气，他想要更多的杀戮。恭喜你沉默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新一代天骄榜第1了，当之无愧。他们怎么左手上都戴着手套啊？他们是兽奴？兽奴吗？成与不成，就看这次了。混元大桥法得到了足够的补充，开始继续冲击天地之桥。第9层修炼完成，混元大桥法彻底打通天地之桥，跟自身武技产生共鸣。混元大桥法接触到天地之力，看清了前路，晋升为混元种灵法。混元种灵法第1层修炼完成，第2层修炼完成。天地众良，武当法相，是谁？王，我哥是王了。小妹，你怎么了？我哥是王，我哥是王了。看以后谁还敢欺负我？真拿你没办法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么急？你忘了，今天可是要去郊外狩猎的日子。今天？我难道修炼了1周？这是一次实战考核，为的是让你们慢慢习惯独自面对强大的凶兽。密林深处是4级、5级凶兽区，你们要集体行动。在这种考核中，个人一不小心可是会殒命的。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，还发生了一件跟你有关的事情，感不感兴趣？什么事？你的潜力评级变了，从 SS 级提升到了 SSS 加。天哪，这可是 SSS 加整个精武大学史上前所未有的。算了，反正是你自己的事。我现在只想知道你的体质到底是什么，似乎前所未见。武陵区。武陵区，好像有点熟悉。等等，武神经，那不只是一堆理论堆砌，完全存在理想中的功法吗？你练成了？看来我们3族聚集于此，都是为了同一个人。沉默，此人不死，我心很难消。他把我儿打成白痴，还污蔑我儿为兽奴，受到万民唾骂。我柳家也因此而受到各种打压。我季家也是如此。哈哈哈哈！很好，既然这样，不如我们3家联手，会更有把握。走吧，我们跟其他人一起。太安静了。是啊，实在是太安静了。
连一点凶兽的动静都没有。切，当然安静，因为周围的凶兽早就被我们清理了。你们是谁？哼，我是谁？我是周长风。京都周家家主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要怪你们就怪陈默，是他连累了你们。他杀我周家嫡系，实在该死。但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你们都得死。你们就不怕精武大学追查？追查？精武大学此时正受到我3大家族合力打压，此时恐怕已经焦头烂额了。等腾出空了，你们早就是一堆白骨了。你们简直疯了！我是京都的郑家人，你们就不怕我们郑家报复吗？哼，等你们都死了，谁能知道是我们3族干的？他们只会将仇恨宣泄到精武大学。果然是世家做派，为了一己之私，不惜断送人族未来。如果我们周家没有未来，那人族的未来无论如何精彩，都将毫无意义。他们这种人自私自利，只会为了自己而活，德不配位。半路开香槟可不是个好习惯，最高也只是半步武王。看来你们对我的情报滞后的厉害。武王境以上的强者，按照规定都要前往边境驻守，所以半步武王境在内陆已经属于顶尖强者了。那还真是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的确很可惜。你们又是什么东西？当然是来结束这一切的人，倒是意外之喜，由你们3大家族背锅，也省得会有后续的麻烦。带你们加入进来，就是为了培养2个祭品而已。现在也是你们出力的时候了。不好，他们是兽奴，这是召唤兽主的召唤仪式。这种规格的召唤仪式，召唤过来的起码也是一头兽王啊！那还等什么？先杀了他！已经晚了，仪式已经开始了，谁也无法破坏。不用怕，有我在。这可是兽王，对等武王的存在。我相信你，或许陈默真的有办法，他总能创造奇迹。兽王威压？不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兽王，可能已经接近兽皇。他们似乎承受了很大的威压，可是我们怎么没有感觉？火鸦，乌帝一脉，吾乃巫族太子，乌帝之子。居然是火鸦太子，这下麻烦了。火鸦，传说中拥有上古金乌血脉的凶兽。对，这一族拥有太阳真火，能够燃烧一切，可以做到同级无敌。火鸦太子，请饶我们一命，我们甘愿伏地为奴。呸！真不要脸！好，你们很识时务。若是甘为吾麾下兽奴，饶你们一命也无不可。尤其是你，陈默，以你的天赋，若入了我的麾下，必将得到重用。火鸦太子，这和我们说好的不一样。聒噪！若想在吾麾下为奴，尔等也要像他一样，神魂打上吾之印记。届时若有背叛，将遭受真火灼烧神魂之苦。尔等可还愿意？虽然今后将受人拿捏，但也比没命好啊！我等愿意。这种好事，你还是留给别人吧，我没兴趣。不识好歹，把这些不听话的人族都给我杀了！陈默，别去，快回来！天地众灵，武王法相，陈默居然是武王！可恶，
这究竟是什么妖孽？前几天一口气突破大宗师已经足够夸张了，这才几天，居然就成武王了！看来你说的不错，这家伙真的能创造奇迹。陆天刀法陷入一场畅快的杀戮当中，对于杀之道的体会更深。陆天刀法大成。武王，我记得上次在动力列车上的时候，这小子不才刚刚舞狮吗？火牙太子，我早就说过，这个陈默不能留。武王又能怎么样？区区武王3重而已，还不值得我重视。可是这小子十分邪门。啊！这是火牙一族的血脉传承之力，等同武王法相层次的能力。火牙一族能化身大日，真干万物。那岂不是说我们都要被烤成人干了？先前离开的匆忙，没来得及帮小妹修复丹田。这火牙太子有上古神兽血脉，若得了他的精血，修补起来应该会更容易。因为温度太高，所以钢制也被灼烧变软了吗？毕竟只是普通的合金战刀而已。陈武王，用我的刀吧！我深深感受到你那澎湃的战意，突破桎梏，进入第2转。武林区晋升为武圣区，特性升级，武技强化，强横体魄，镇强防御。不用，以我现在的境界，有刀无刀差别不大，而且单凭刀法也无法对抗这种棘手的东西。武圣法相。来，蛮牛战天拳对你的雄雄战役影响而有所顿悟，蛮牛战天拳大成，蛮牛战天拳圆满。陈默的拳头在着火，好像能伤害。难道是因为拳意？他的拳意具备不屈之意，所以不会被一切外物所伤。是武圣真身，他真的没骗人，只凭借一堆无用的理论，居然就练成了武神经。浩义一拳开天！兽王精血有了。我等京都各个世家宗师级以上王者，特来恭迎武王驾临。都起来吧！怎么感觉这声音有些熟悉？陈默，怎么是你啊？你已经是武王了？什么？是陈默？我们精武大学的天骄陈默，他突破武王了。我知道这小子妖孽，但这也妖孽的有点过头了吧？这才入学几天就成武王了？你们来的刚好，如今这京都的天需要变变了，尤其各位所在的传承世家。新晋武王要整顿世家，九州的天真的要变了。